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把配方还给我，我不能去坐牢，我不能连累我爸爸妈妈给我去还债，只要你把来生的配方还给我，不管多少钱，我加倍还给你，不管用多长时间，我求求你，我不能去坐牢，我求求你，这回毁了我的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 对不起，你的人生我管不了。沈总，人带到了。请坐。我不是来跟你谈合同的，我只是不想让你的属下为难，也请你们迪欧别再骚扰我。 不过既然你都来了，不妨就看看合同，有什么不满意的都可以谈。我想你应该很清楚，我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吧，沈总。3年了，你一点都没变。沈总也一样。不，我变了很多。不过既然你来了，那就证明也没有像你所说的那么不想见我。那么为什么？ 不放下3年前的不愉快，就事论事，好好谈一谈呢？我不像沈总，您这么心胸开阔。这3年来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您应该有所耳闻吧？那全是拜您所赐，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愉不愉快的，只有厌恶。今天我来，也不是想要跟您好好聊一聊，而是想要告诉你，请您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了，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。 赵天成给你多少薪水？我给你3倍。1年之内，迪欧的销售如果超过30%以上的增长，福利、待遇随便你开。公司如果上市，你可以分到3%的股权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。如果是别人，早就躲得远远的。可你却拼命的想要把我留在你身边。我相信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你是能够带领迪欧走出泥潭的最佳人选。如果我因为个人的恩怨而不去争取你，那是我对不起迪欧。我没有那么幼稚，同时我也希望你不要那么幼稚。我们是在谈合作，是在争取双赢，是在实现彼此价值的最大化。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拒绝呢？我确实不知道这3年来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，可是听你的语气，还是跟3年前一模一样，一样的让人觉得恶心。我知道你不在的这3年，迪欧经营混乱，而眼下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正如你3年前教会我的一样，人总是要学着为别人的过错买单。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。我这个人恩怨分明，如果你愿意帮助迪欧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你做出理智的决定。我没有针对你，只是你的人生，我管不了。反正以后也不会再来了，
就让我把这3年的心结都解了吧。3年前的雪崩，救我的人是不是你？你觉得是我吗？很抱歉让你失望了。如果救你的人是我，现在大概就会是我最后悔的时刻。谢谢。你看了过往没啊？气死我了！我要准备律师函，我要把兰芝告破产了。但是兰真抢出了汉方本草的商标，这是既成的事实。是，他们抢我们商标也就算了，是吧？啊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研究出了新配方啊，什么宫廷汉方独家秘方，这不摆明了针对我们吗？还有你看最后那几行啊，这不是给许诺泼脏水吗？职场女神高调回归，独具慧眼，认准了兰真的潜力，哎，他怎么什么都敢写啊？我说你倒说句话呢！这事不知道许诺知道没？我先去找他，我得稳住他。以他的个性，如果知道的话，肯定得跟老赵拼命。不会吧？感觉就是在造谣。我觉得不可能啊！我也觉得不可能的。学长，学长，许诺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赵是疯了吗？搞这么大阵仗？你说吧，你要怎么还击？我来帮你搞定。敢这么造谣欺负我们迪欧没人啊！网上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是来办理离职手续的，马上就要回兰真。在迪欧的这段时间，我过得很开心，感谢各位同仁的关照。沈总，许诺，你刚在楼下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辞职去兰真，你还在跟我开玩笑呢吧？怎么了？我不能辞职吗？我欠了卖身契的。别闹了好吗？发生什么了？为什么要辞职？难道兰真官网上面说的都是真的？那些样品我没有拿去送检，而是直接拿给了赵天成。你说什么？我完全想不到有什么理由你可以这么做。赵天成对你做了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赵总对我很好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？你疯了吗？许诺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谢谢沈总这段时间对我的关照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来迪欧前对你说过的话？当时我就嘱咐过你，对我来迪欧的理由要保持好奇心，不要有大跌眼镜的一天。看来沈总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。等等，你叫我相信你，我做到了，所以我现在相信你。你是在开玩笑的，你是在逗我们玩吧？我来迪欧之前还真没有想到，伟大的沈总还有这样一面。不管我说的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发过誓，当年被你毁掉的滋味，我要让你亲自尝尝；当年被你害得失去的一切，我要一样一样的拿回来。现在我做到了，谢谢你搭台，让我来迪欧，我玩得很开心，我要回去了。玩？你来迪欧是玩的？
许诺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这个我以后会跟你解释。哎。 徐脑，我不相信你是因为3年前的事情在报复弟我。信不信由你。你就算是永基，不能挑这个时候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和法方的关系很紧迫吗？林凡，有这个时间跟我啰嗦，你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危机公关。你先出去，我有话跟他说。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，沈总，真的还是假的？难道你自己没有判断力吗？难道我现在推翻我刚才说的话你就信了吗？别幼稚了好吗？我相信你，我可以当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从你进迪欧第一天开始，就处心积虑想要拿回你所失去的一切，没有问题。可是我们的感情呢？也是你设计的。你不会天真到以为我真的爱你吧？ 你听好了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对你从来就没有动过真心。不相信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买来送给3岁孩子的吗？相信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看清楚了吗？ 信了没有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早就受够了，你不过只是会躲在镜子后面窥视的男人。可笑的是，你看了这么久，还是没有看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，竟然以为我会爱你。行动！现在信了吧？我会努力让你看到，我有能力，也有资格和你一起把迪欧越做越好。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碰到的男人都是人渣。我也是恩怨分明的人，我的名字叫许诺，是一诺千金的诺，不是唯唯诺诺的诺。跟你说啊，就是这样。帮我打卡。徐总，我来上班，谢谢。上班？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许诺，徐总。 他怎么回来了呀？是啊，不知道。真是。弯弯，曲弯弯，曲经理，你在这里迎接我呀？
来欢迎一下新同事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旧同事更合适吧？都好，职场自古以来都是一代新人换旧人，只要曲经理叫着顺口，怎么着都行。徐总监，你还是这么会说话。记得我刚离开迪欧的时候，你曾经劝我，要好好走自己的路，不要再让别人利用。徐总的话，我可是时时刻刻的记在心里。不过我的话，你好像当耳边风了。是啊，我脑容量太小了，无关紧要的事情和话听过就忘了。那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也许有一天你也会走我这条路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许诺说了算。我马上就要被升为副总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直属下级。想想你堂堂的许诺，马上也要常常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，我这心里啊，还真是有点小激动呢。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你在后悔当初帮了我那么多，觉得我忘恩负义？随便你怎么想。自从我进了蓝针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为自己活。我再也不用看你们的眼色过日子了。曲总啊，其实你开心就好。别说，我还真的很想尝一尝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。毕竟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，不如曲总你经验丰富。许诺你，